香港第5波疫情严峻，香港中联办周三发表声明表示，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支持特区政府担当主体责任，团结社会各界，共同打好疫情阻击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三代表特区政府和全港市民感谢中央对香港一如既往的坚定支持，并表示特区政府将以坚定意志用好中央支持，倾尽全力抗击疫情。香港中联办周三发表声明强调，中央一直是特区最坚强的后盾。面对愈演愈烈的第5波疫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香港社会大局稳定。再次表达了全力支持香港抗击疫情的坚定态度，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为民情怀，对推动香港特区上下同心战胜疫情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声明表示，尽快稳控疫情是当前香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在此抗疫关键时刻，最宝贵的是信心，最重要的是团结，最迫切的是行动。香港中联办将全力支持特区政府担当好疫情防控的主体责任，全力推动爱国爱港阵营和社会各界凝聚同心抗疫的强大力量，全力参与三方机制并做好相关工作。香港中联办的声明指出，中央对香港疫情的高度关注和对香港市民的亲切关怀，3个一切和2个确保的明确要求，迅速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得到积极响应。对于习近平转达对疫情高度关注和对香港市民的亲切关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三发表声明，代表特区政府和全港市民表示由衷感谢，指会继续带领特区政府以坚定意志用好中央支持，团结社会各界，倾尽全力抗击疫情，作为香港当前头等要务。林郑月娥强调，定当上下同心，在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和中央各部委、广东省政府的强大支援下，全力打好这场抗疫战，令香港市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香港立法会发表声明，全体议员对习近平总书记对香港的关怀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相信在祖国强大后盾支持下，香港一定可以战胜疫情。立法会议员们呼吁全港市民团结一致，共同抗疫，全力支持特区政府防疫抗疫工作。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周三发表共同声明称，支持特区政府坚定负起抗疫的主体责任，把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声明呼吁全港市民坚定信心，团结抗疫，坚定支持中央政府挺港抗疫措施，全力配合特区政府各种防疫政策及行动。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也共同发声明称，危难时刻，祖国永远是香港的坚强靠山。声明指出，此前中央已经协调有关方面为支援香港抗疫提供人力物力保障，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将按照重要指示精神，团结一致，履职尽责，全力支持特区政府落实3个一切2个确保，和香港广大市民一起齐心抗疫，共克时艰。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你好。根据香港中联办今天发布的消息，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支持香港抗击第5轮新冠疫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香港特区政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并提出3个一切和2个确保。您是如何来理解总书记的这个指示？我想这首先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社会无条件的关怀，再次证明祖国永远是香港的坚强后盾。指示要求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全力支持和帮助香港特区政府做好防疫抗疫工作。我认为这正是特区政府能够完成压倒一切的稳控疫情任务，确保香港市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香港社会大局稳定的底气所在，也是香港最终一定可以走出疫情的信心所在。正如此前国务院港澳办强调，香港若有求，祖国必有应。香港核酸检测能力不足，内地迅速调整资源，帮助香港重启火眼实验室。供港物资出现短缺，广东省委省政府第一时间做出具体部署，保障物资供应。我相信，只要特区政府提出需求，内地也可以短时间内为香港批量建设方舱医院，并选派各地精锐的医疗队伍赴港支援。第二，指示强调，特区政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
既是对特区政府能够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健康危机的信任，也是对特区政府要承担起主要责任的一种要求。当前疫情来势汹汹，医疗资源无法应付，难免令香港社会不安的情绪发酵。此外，疫情的持续延烧也势必引发经济民生问题，香港经济的复苏与繁荣无从谈起，香港社会的大局稳定也就难以维系。事实上，对于特区政府乃至是整个香港社会而言，压倒一切这4个字已经充分表明，尽快稳控疫情不再是选项之一，而是唯一的选项。全港上下必须齐心抗疫。第三，具体路径上如何以压倒一切的优先级尽快稳控疫情，中央尊重特区政府的应对举措，但是也画出了2条基本原则，也就是习近平所谈到的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这就要求香港尽管与内地有2制之别，但非常之时必须要用非常之策。面对紧急情况，如有必要，果断启动相关法律程序，赋予特区政府领导抗疫的更大权力，依法整合社会各界抗疫资源，例如建立高效的组织指挥系统，在疫情检测、诊治、隔离、生活保障和整体响应方面工作节奏加快，要求从严。事实上，这也才是正确的压倒一切的意识和思维，以最终解决问题为导向，不能简简单单去算政治账、经济账，而是要算疫情之下香港市民的健康、生命和全香港社会大局稳定这本大账。正如香港文汇报所言，以足够的决心和充分的应变，自觉打破常规的决断，摒弃无所作为的官僚陋习，排除一切与抗疫无关的流言干扰。我们相信香港社会，更相信一国两制的制度之下，香港不仅能凭借其内生制度特色，更能背靠祖国14亿同胞的支持，创造出应对疫情的香港奇迹。那我们注意到呢，对于此轮香港疫情，内地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您对此是如何看呢？我们应当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当前香港的疫情局势？我认为你提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对于当前香港严峻的疫情局势，内地舆论场上有人做闭上关，正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有人谈论是否应将香港作为某种防疫的试验场，为人类最终战胜疫情积累某种宝贵的实战经验。我完全理解这些观点背后的逻辑，但我认为他们忽略了2点。第一，就中国人而言，我们输不起香港的防疫之战。很多人可能都不清楚，一个因疫情而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的香港，对于内地而言意味着什么？还记得2021年8月，国家“十四五”宣讲团入港期间，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在讲话中提及，相信在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香港一定能够打造新优势，做出新贡献吗？我记得当天知新闻《香港一日》专栏中提到，骆惠宁所言的对香港的信任，绝非是某种中央对于香港的礼貌言辞，而是基于香港对于国家同样重要的经济意义。因此，对于香港疫情，无论是隔岸观火，还是将香港作为某种所谓的试验场，都是伪命题。一个因疫情而糜烂的香港，只会将中国置于一个双输的选择之前，要么损失一个至关重要的经贸与金融门户，要么为了维系香港的区域门户价值，被迫应对持续的疫情溢出。且不谈在疫情之下，香港的区位优势地位受到影响，我们很有可能最后既要承受香港经贸与金融之上的损失，又要面对持续的疫情溢出。第二，我们也不应输掉香港的防疫之战。香港防疫是中国整体防疫的一部分，2制基于一国的限制原则，决定了香港可以有地方特色的防疫方式，但在最终的防疫结果上，必须体现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对于疫情的底线，也就是习近平在指示中所言及的，确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香港社会大局稳定。再往大了说，香港防疫的最终结果也将体现中国所代表的社会制度能否在一个广泛的维度上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环顾全世界，有些国家说奥密克戎病毒不过是大号的流感，还有国家说即便把强制隔离拉满，也难以阻断病毒的传播。然而在我看来，他们字里行间写满了放弃，对老百姓的放弃，对社会最基本公平正义的放弃。
富裕阶层可以得到最优良的医疗资源，凭借财富和社会特权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动态清零，而普通人则将在所谓的共存策略下接受命运的裁决，祈祷自己不要是悲惨的重症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赢得香港的防疫之战。我们不会放弃香港，不仅仅在于我们无法承受相应的代价，更在于我们不会放弃国境之内的任何一片国土与任何一处国民。人民至上的信条从不是某种抽象的辞藻，而是这个国家自建立第一天起赖以前行的根基。好的，也谢谢张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媒炒作俄罗斯2月16号凌晨入侵乌克兰，目前时间已过，不仅没有发生战事，俄方还进行了局部撤军。俄总统普京也调侃称，他也很想知道到底几点开战。而美国总统拜登改口承诺，尽量用外交渠道来解决问题。对于俄部分撤军一事，到访俄罗斯的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欢迎。周三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通话中，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强调，有关各方应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寻求乌克兰问题的全面解决。俄乌局势现在是全球关注焦点。据新华社报道，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中法元首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推动中欧领导人会晤成功进行，推动中欧关系得到新发展，推进中欧投资协定批准生效进程。上周刚刚访问了莫斯科与基辅，分别与俄乌总统普京和泽连斯基进行会谈的马克龙，介绍了对当前乌克兰局势的看法。习近平强调，有关各方应该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充分利用包括诺曼底机制在内的多边平台，通过对话协商寻求乌克兰问题的全面解决。当地时间周二，普京在莫斯科与到访的德国总理舒尔茨举行会晤。在会后的共同记者会上，舒尔茨表示，在经过了4个多小时的会谈中，他看到了更多通过外交途径避免俄乌发生战争的空间，并明确表示他不认为局势没有希望。对于俄罗斯国防部此前宣布，一些部署在俄乌边境的部队在完成军事演习后正在返回常规驻地，舒尔茨表示欢迎，称这是一个良好的信号。舒尔茨还表示，建立欧洲安全需要俄罗斯。普京则表示，两人对话是在务实的氛围中进行的，主要围绕欧洲安全局势以及乌克兰危机。俄方将通过外交渠道与西方国家进行对话。法国总统马克龙访俄德国总理访俄，这一系列的与普京进行这种斡旋呀，这个乌克兰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均表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已经达成了以打促谈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方向。普京还表示，俄罗斯不希望战争，因此提出了关于安全的想法。但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对俄罗斯构成重大的安全威胁。Россия не может закрывать глаза на то, как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и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ий альянс достаточно вольно и в свою пользу трактуют ключевые принципы равной и неделим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зафиксированные во многих общеевропей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ах. Нам уже 30 лет говорят, что расширения НАТО не будет вообще ни на 1 дюйм в сторону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раниц. А сегодня мы видим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у НАТО прямо у нашего дома. 普京提到，俄罗斯认为关于保证乌克兰不加入北约的问题，应该现在就加以解决。舒尔茨回应称，虽然北约和欧盟不同意俄罗斯的安全保障要求，但有一些问题是值得讨论的。他特别强调，北约当前日程上没有扩员计划，这个议题也不在议程上。不过，对于舒尔茨的这番表态，普京表示，俄罗斯不会因为这些保证感到放松。Более того, обсуждаются вопросы вступления Украины в НАТО. Говорят, как вы сказали, это не будет завтра. А когда? Послезавтра. Мы слышим, что Украина не готова сегодня к вступлению в НАТО. Мы знаем этот тезис. И тут же говорят, что ее завтра не примут. А примут тогда, когда ее подготовят к этому. Но для нас э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уже поздно. Поэтому мы хотим решить этот вопрос сейчас. Вот прямо сейчас,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в ходе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同一天，美国总统拜登就俄乌局势问题发表公开讲话，他声称，无论发生什么，美国都做好了准备。And we are ready to respond decisively to Russian attack on Ukraine, which is still very much a possibility.
For all the events of the last few weeks and months, this has been our approach, and it remains our approach now. 强硬表态后，拜登话锋一转称，提及用外交渠道解决问题的重要性。拜登还提到，自己与普京在周末的通话中已经明确表示，美国愿意继续寻求高层外交，与俄达成书面谅解。但就俄部分撤军一事，拜登仍坚称美方尚未证实此事，并强调俄罗斯仍有超过15万的军队部署在俄乌边境，入侵随时有可能发生。拜登还重申，美国民众应赶在还在安全撤离之前赶紧撤离乌克兰，并提到了国务院命令美国驻基辅大使馆撤离的决定。事实上，除了美国政府，连日来《纽约时报》、彭博社、民进周刊等众多西方媒体大肆炒作俄罗斯将于16号入侵乌克兰一事，甚至还有几家英国小报给出了确切时间，称俄罗斯将在当地时间2月16号凌晨3点入侵乌克兰。这些媒体口中所谓的消息来源，则是一位匿名的美国情报官员。对此，周二晚，普京新闻秘书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乌克兰人今晚是否需要担心，能否安心入睡？佩斯科夫调侃道：“相信俄罗斯今晚入侵的乌克兰人应该熬夜等着，免得在袭击中睡着。他们最好设置好闹钟，自己看看。” Трудно относиться с пониманием, но иногда даже шутят, просят узнать, не публикуется ли нигде точное время в часах, когда начнется война. 同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来访的欧安组织轮值主席波兰外交部长茨比格涅夫劳在莫斯科举行联合记者会，会上一名记者先提及入侵问题。拉夫罗夫闻言一愣，脸上表情有些无语，随后点了点头。会场里的记者笑了，他也跟着笑了。Непонятливый, в общем, у вас журналист такой. 记者会上，拉夫罗夫再三否认俄罗斯将入侵乌克兰，并称这一谣言是西方的信息恐怖主义。周二，拉夫罗夫还应约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通电话。拉夫罗夫明确表示，美国及其盟友煽动的侵略性言论是不可接受的。他强调，有必要继续在安全保障方面开展联合工作，呼吁美国和北约对俄方就安全保障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采取务实态度。据悉，双方在通话中还讨论了即将进行的各个层级接触安排。近期俄乌局势持续紧张，相关问题也是高频次的出现在外交部记者会上，这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也不例外，一半的提问都与之相关，各方都十分关注中方的立场。汪文斌今天便明确地指出，当前局势的紧张源头正是美西方一些人不断的煽动、散播虚假信息。汪文斌表示，连日来美方炒作战争威胁，制造紧张空气，给乌克兰国内经济社会安定和民众生活带来严重冲击，也为有关方面推进对话谈判增添了阻力。对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妄称中俄关系走近正在威胁北约的安全，汪文斌指出，中俄始终坚持以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目标，为促进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毋庸置疑。我们奉劝有关方停止发表加剧局势紧张的言论，这种靠鼓吹对抗、散布虚假信息、谋取政治私利的做法是不道德的，也是十分危险的。此外，外界还注意到，英国首相约翰逊时隔3个月用中文在微博更新一则动态，呼吁俄罗斯在乌克兰局势上悬崖勒马。俄驻华大使馆随即转发指责英国政府搞信息恐怖主义。随后，俄使馆又再发一则微博表示，俄未进行任何重大军事活动。如果西方真的致力于减少军事危险，那么他们应该关注乌克兰及其庇护人的行动，因为正是他们造成了这种危险。美国及西方舆论近来几乎每天都在重复着俄罗斯随时入侵乌克兰的论调。美国媒体最新的报道还不断关注俄军的所谓集结情况，是要将俄乌大战一触即发的气氛渲染到极致。不过，就在周二、周三，俄罗斯国防部连续发布消息，部分参演部队开始撤回驻地。美国总统拜登随后对此表示这很好，但紧接着又话锋一转，宣称美方尚未核实这一信息，并坚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仍有可能发生。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表示，俄军正在多个地区进行演习，几乎所有军区、舰队和空降部队都参与其中。参加联合决心2022演习的俄罗斯东部军区部队、空降部队正在与白俄罗斯武装部队合作，研究在防御行动中击退对联盟国侵略的问题。此次俄白联合军演将持续到2月20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一天还表示，俄军在本国境内演习与他国无关。осуществляются и завершаются, как было запланировано. И делается это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того, кто и что думает, кто и как истерит по этому поводу, кто и как разворачивает настоящий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терроризм. Я не побоюсь этого слова. 科纳申科夫表示，在演习结束后，俄罗斯西部和南部军区的部队周二当天已经开始通过铁路和公路运输返回驻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这些俄军部队和装备是从俄南部边境，也就是俄乌边境撤回。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坦克、步战车和自行火炮等装甲装备正被装载到铁路军列上，当中还包括升级后的 T-72B3 坦克。周三，俄罗斯国防部再发布撤军消息，宣布南部军区部队已完成在克里米亚的战术演习，战斗装备和军事人员正在前往永久部署点。军事装备抵达之后，相关人员将对其维修，以准备开展下一阶段的训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康杰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此次俄军部分撤回驻地，除了以实际行动回应西方炒作的俄军2月16日对乌开战外，也印证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的，美国和北约分别向俄方提交的有关俄安全保障问题的书面文件中，对此前一直拒绝同意的一些问题做出了积极回复，当中包括中导条约被废止后的中程弹道导弹核查安排，双方军演的相互通报制度，以及双方在黑海、波罗的海的舰机意外相遇规则等。所以，俄方也通过这一系列行动做出了回应。俄罗斯为什么要在俄乌边境增兵？其实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为了迫使这个美国和西方坐下来，接受俄罗斯的部分条件，接受俄罗斯的部分要价。他并不是说真的说要用武力来解决问题。那么在美西方做出一系列的这个让步之后，他就这个部分的条件就已经达成，他这个军事部署的部分目的已经达成。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周二表示，乌方将关注俄方军演后撤军动向。美国总统周二也回应称，俄军队撤离会很好，但我们尚未证实。但他继续坚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仍有可能发生。We have not yet verified the Russian military units are returning to their home bases. Indeed, our analysts indicate that they remain very much in a threatening position. And the fact remains, right now, Russia has more than 150,000 troops encircling Ukraine and Belarus and along Ukraine's border. An invasion remains distinctly possible.对于15万俄军的数字，拜登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而且在讲话结束后，拜登没有回答任何问题。他说这个俄罗斯总会打乌克兰，这是对他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为什么呢？俄罗斯如果真打了，他说你看我多么有预见力，我这么早就预见了这个进攻，这进攻的确发生了。他如果说没有打的话，那我可以说是我美国在其中调停的结果。是我增加了在这个乌克兰周边的军事部署对俄罗斯进行威慑的结果，使得他不敢发动进攻了。美国舆论也积极在配合美西方的俄乌大战一触即发的论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周二报道称，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仍在继续，从黑海的潜艇和2栖登陆舰到乌克兰东北边界的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坦克和榴弹炮，各种装备应有尽有。另据美国动力网站战区栏目周一的报道，上周末卫星照片显示，白俄罗斯卢尼涅茨空军基地的苏25攻击机数量已从15架增加到32架，目前尚不清楚这些飞机是否都属于俄罗斯。另外，一支 S-400远程地对空导弹部队现在似乎也在该基地投入使用。在海军方面，6艘大型登陆舰上周已抵达黑海，进一步增强了那里的2栖作战和其他能力。
不过，对于即将进攻乌克兰的指控，俄方予以坚决否认。俄罗斯塔斯社周二的报道称，俄常驻联合国第一副代表德米特里·波列安斯基对英国第4频道表示，俄罗斯没有理由在2月16日入侵乌克兰，这是非常荒谬和奇怪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三也表示，连日来美方炒作战争威胁，制造紧张空气，给乌克兰国内经济社会安定和民众生活带来严重冲击，也为有关方面推进对话谈判增添了阻力。中方注意到，近日俄方表示，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实行了信息恐怖主义。2月15日是西方宣传失败日。正是美西方一些人不断煽动散播虚假信息，给这个原本充满挑战的世界增加了更多的动荡和不确定性，加剧了不信任和分裂。我们希望有关方面停止此类虚假信息攻势，多做有利于和平、互信、合作的事。西方媒体在炒作俄罗斯进行大规模军事集结的同时，也报道了美国加强在乌克兰周边的部署和军事行动。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美国空军 F-15C 和 F-15D 战机上周四抵达波兰马斯克空军基地，参加旨在加强北约集体防御态势的任务，并支持该地区的波罗的海空中警戒任务。而同日抵达英国西南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4架 B-52轰炸机，预计将停留3周，但可能会根据俄乌局势进行调整。进入罗马尼亚的 F-16C 数量不详，他们来自驻扎在德国的第52战斗机联队。这一部署表面上是为了支持北约在黑海地区的空中警戒任务，但美国空军和北约都明确表示，这些飞机都是为了应对俄罗斯在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以及邻国白俄罗斯令人极其担忧的部队集结。此外，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周一向国会议员表示，五角大楼正在寻求通过地面运输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以帮助基辅在俄罗斯入侵时在国内进行抵抗。美国防长奥斯汀本周前往布鲁塞尔和东欧时，可能会与北约领导人讨论这个话题。拜登政府在过去1年已批准向基辅提供约6.5亿美元的军事装备，最近又批准了对乌的2亿美元武器援助计划，其中包括标枪反坦克导弹、榴弹发射器以及弹药等。美西方在这个过程中的这种舆论的炒作呀，一些这个由这个外交战和信息战相结合的这种混合战术啊，实际上是使得这个本来的一个并不构成紧张局势的这样一种态势呢，就一下就变得好像是成了2022年年初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热点事件。它也是这个俄罗斯和美西方之间长期的这样一个竞争，长期的一个地缘政治僵局的一个集中的爆发。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你好。美国总统拜登的所谓俄16号对乌开战的预言破产了，俄总统普京表示不希望看到欧洲发生战事。那么您对此进展如何看？美国的情报机构和一些西方的媒体呢，就像算命先生一样，掐指一算说俄罗斯在16日的凌晨3点对乌克兰将发动进攻，战争似乎是一触即发，搞得是人心惶惶。乌克兰的一些富豪呢也匆忙离开，上百亿美元的资本外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是有点懵了，要求西方提供准确的证据。俄罗斯军方呢就宣布说，一部分军队已经完成了计划中的军事演习，已经班师回营了。俄罗斯此前一直强调说俄罗斯不想要战争，但是战争的威胁呢一直在积聚。当俄罗斯释放出撤军的信息之后，全球的资本市场大幅反弹，战争危机一下子解除了。我们看到俄乌形势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的契机呢，就在于美国预测了一个俄军动手的时间点，其实对俄罗斯进行了极限的施压。施压什么呢？制造俄罗斯大军入侵的幻象。如果俄军真的动手了，那美国就预测对了，而且让德国呢别无选择的加入到西方主导的制裁体系之中，等于说给俄罗斯挖了一个开战的大坑。俄罗斯以撤军的行动和信号戳穿了美国的信息战、舆论战的面目，但同时也解除了边境战争的警报，预示这一轮俄乌边境的战争危机进入了收尾的阶段。
至于欧洲安全保障体系的重建的问题，北约退回到1997年边界，那就是旷日持久的博弈了，还会有续集。尽管预言破产，但拜登仍坚称俄15万大军随时入侵乌克兰。那您是如何来看待这种反常现象？在俄罗斯宣布部分军队已经完成任务，然后已经回到了常驻基地之后呢，全球市场的反应已经说明了战争的风险得到了极大的化解。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个戏剧性的变化来得太突然，还不太适应，还要继续搞出新闻。英美领导人还在旧调重弹，说俄罗斯只撤出了一点点的军队，入侵随时可能会发生。就我个人来看，俄罗斯做出撤军的行动，至于说撤出多少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实上呢，此次局势的缓和，双方呢差不多找到了比较体面的方式来下台阶。俄罗斯以撤军的行动回应了英美开战的说法，而美国和北约基本上在没有回应俄罗斯关于北约退回1997年边界的情况下，看到了俄罗斯的撤军。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乌克兰并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并不会为乌克兰而出兵。美国和北约已经多次重申了这一点。至于说能不能承诺不去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我个人认为北约不会接纳乌克兰。2008年的时候呢，德国和法国就表示反对了。这次舒尔茨和普京的会谈时也说北约东扩不在日程上，其实就变相了承认了北约不会进一步东扩。乌克兰将加入北约呢，写入了自己国家的宪法，但是泽连斯基也承认加入北约可能是一个梦想。也就是说呢，北约和美国未必会公开承诺永远不会接纳乌克兰，但是可能会默认现在的乌克兰的状态。俄乌边境的危机进入了收尾阶段，英美持续发出战争危机的信号，也是为了挽回一下颜面，同时呢，为过去一段时间进行的外交和战略的动员找到依据。英美指责俄罗斯的军事部署和演习，那北约也进行了很多的军事演习，北约东翼国家的军事的部署有所强化。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至于说俄罗斯提出的欧洲安全保障的问题，可能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欧洲面临的问题。奇怪的是，美国以及脱欧的英国比欧盟国家显得更加的强硬和好战，其实这也让欧盟国家非常的不爽。欧美俄之间的关系在这次危机之后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好的，也谢谢孙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就解放军军机如常巡航，岛内绿媒继续大肆炒作，称一架直升机进入台西南空域，且以超低空30米高度飞行，不排除是去年11月19号曾出现的5直10。台湾方面为何对这款战机格外敏感？王建民深入解读。欢迎回来。近半年来，民进党当局一直极力与欧洲拉关系。欧洲议会周三表决2项涉台议案，有分析指出，这也是欧洲某些议员出于个人需求，配合美国反华战略而进行的卖力演出。就在同一天，岛内媒体报道，解放军5直10低空30米抵近台周边空域。另外，台防务部门数据显示，解放军军机今年已经累计绕岛32天。岛内媒体宣称，解放军军机频繁巡航台湾空域，台空军几乎每天都升空应对。周三，解放军军机又进入所谓台西南空域，其中一次超低空30米高度飞行，不排除是去年11月19号出现的5直10。台媒根据广播及航迹记录，解放军军机上午7时54分、9时14分2度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其中7时54分飞行高度2500米，9时14分高度仅有30米。台防务部门公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以来，解放军军机累计进入台空域32天173架次。而近期有关解放军战机进东沙岛领空的消息在岛内刷屏，继日前有台媒声称大陆不明飞行器进入马祖东引
群岛上空后，12号又有解放军军机疑似进入东沙岛领空。太空军13号晚出面否认，但据报道，台军方私下宣称对解放军进入领空的所谓驱离广播内容为一时口误，将接近误称为进入。有分析认为，岛内这些动作或有想要借机向大陆泼脏水的意图，值得警惕。一直上台以来，不断的搞台独分裂活动，挑衅大陆。当然，大陆加大了遏制台独分裂的举动和活动，所以派军机在台海周边进行主权的宣示，这是中国政府正当的行为和活动。但是美国当局呢，当然有一种恐惧心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不断的炒作大陆的军事威胁，大陆的可能军事冒险活动，所以以便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特别能够期待能够得到美日对台湾的支持，所以他是希望达到这种目的。但是不论怎么炒作，大陆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决心不会改变。对于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大校曾表示，当前台海局势紧张升级的根源在于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的谋独挑衅和外部势力的以台制华图谋，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遏制台独分裂行径，中国人民解放军义不容辞。谭克飞还表示，2021年以来，解放军常态环岛组织轰炸机、侦察机、歼击机等开展巡航，常态抵近台岛周边组织多兵种力量联合战备警巡，常态在台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对海突击、联合对陆打击、联合防空作战等实战化演练，实际出动飞机架次比民进党当局炒作的数量只会多不会少。